可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在蓝忘机的家里。感情这特异功能是专门为蓝湛准备的，怎么每次看到的都是他？魏无羡走到了床边，他二话不说直接躺了上去，可柔软度还不及医院病床，简直是硬到让他怀疑人生。蓝湛的床怎么这么硬啊？上次我到底是怎么在这上面睡那么久的？魏无羡揉了一下被撞疼的鼻尖，他一抬头就看到了蓝忘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魏无羡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他能看到自己，于是他忙不迭地爬了起来。还没等他说话，蓝忘机就坐在床边，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累了就睡啊，怎么还坐在这里？魏无羡回想起蓝忘机好像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有些哭笑不得，日记明天再补就是了，怎么这么死板？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样是在浪费资源。魏无羡在这里夸夸其谈，蓝忘机愣是没有给他一丝反应。等他话说到一半的时候，蓝忘机终于站了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了日记本，将密码放在了1031后，锁应声而开。魏无羡本来对蓝忘机的日记本很有兴趣，但自从那次写他黑历史的时候，他的心就有些堵得慌，甚至都不太想看蓝忘机到底写了什么。但是看着少年难得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魏无羡还是有些好奇他会写什么，于是他就趴在桌子上，看着蓝忘机在日记上写下了昨天和今天的日期。魏无羡这才想起来，这2天他们春游来着，日记本又没带在身边，所以只能放在一起写。可是蓝忘机只是写了一个开头，他的笔一直停留在第1行上，迟迟不肯动一下。魏无羡不由郁闷，这开头有这么难写吗？无非就是写什么今天天气不错，在这种天气春游最合适不过，今天特意挑了一件帅气的衣服，准备和大家一起拍纪念照之类的，有必要想那么多吗？终于看到蓝忘机的笔动了一下，魏无羡急忙凑了上去，他看到开头又是魏婴这2个字时头都大了。蓝湛，你不写我的黑历史会怎么样？魏婴今天的心情不好，早上本想去他家看一看，他向来一人居住，恐无法照顾自己，但在看到他背着包走在路上，发现他的脸色很差，可能烧尚未全退，可他很期待这次春游，身上也带了退烧药，若是不是，我定然将他带回家照顾。魏无羡，我怎么感觉像是在看霸道总裁类型的小说？写完了这一段，魏无羡看着蓝忘机另起一行，手中的钢笔落下，开头又是魏婴2个字。魏无羡有些无语，蓝湛，我们2个多大仇多大怨啊？怎么每句话都有我的名字？魏婴今日不知为何坐在前排，下车之后也变成单独行动，领了帐篷之后也不曾像之前一样说话，情绪低落，脸色也很难看。本想着让他在帐篷中休息，但他在提出巡逻时拔腿便跑，不知道在躲避什么，是在躲我吗？魏无羡神色复杂的看着蓝忘机在日记上停顿的那一下才写出的这句话，他也不知道蓝忘机为什么会这么写。按道理来说，这位亲爱的班长大人向来喜静，平时对他也是爱答不理，没事就是一句滚，要么就是一句不合规矩，自己不去招惹他，他不是应该高兴吗？怎么是这副表情？蓝忘机的神色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魏无羡莫名的觉得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劲。晚饭时间，魏婴还不曾归来，不知是否出了什么事情，问了周边同学也不曾有人看见过他，想来是在树林里迷了路，我便随着搜救队前往树林中寻人。看到这里，魏无羡着实吓了一跳，他知道那树林里到底有多复杂，到处都是树叶，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隐藏的陷阱，比如树叶下藏着的毒虫，盘在枯树上的毒蛇，还有他不小心一下踩空的大坑，可以说是危险重重。蓝湛这人的心到底是有多大，这样都敢一个人寻他的？搜寻无果，搜救队队员将我带回到帐篷时，无意拿起了魏婴的包，重量异常的轻。虽然知道未经他人允许翻看私人物品有失礼仪，但我还是打开了背包，却发现里面除了方便面、保温杯、充电宝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退烧药也不在其中。魏无羡愣了一下，他回忆了一下那天收拾的东西，这才想起来退烧药确实拿了出来放在了桌子上，但是走的时候忘记放包里了。魏无羡都能够想象当时蓝忘机的脸有多黑，
我抱着他的背包，想他可能会遭遇不测，内心十分愧疚。若是我能与他一同前去，是不是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是累了，我应该是睡着了，但睁开眼睛的同时，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魏无羡还没来得及看蓝忘机为什么抱着他的背包，以及他看到的什么奇怪的景象，眼前又是一片模糊。魏无羡险些跳脚骂人，这特异功能是有多鸡肋啊！一篇日记都不让人看完的。魏无羡十分懊恼地坐在床上，捶胸顿足，并不是因为他一睁眼又是什么都看不见，而是每次在看蓝忘机写日记写到精彩处的时候都没办法看完，突然一下就醒了，结果什么东西都没看到。经过刚才的梦境，魏无羡彻底的后悔死了。他看了蓝忘机之前写的那段话之后，就知道自己肯定是误会了什么，也许是自己没把话看完，自己在那里生闷气，还连累蓝忘机忍受他突然的小脾气，自己还落得一身伤，眼睛也看不见了。阴差阳错才导致了这一局面。魏无羡从来没怪过谁，这是他自己的事情，该怎么办，他心里也有数，但是蓝忘机那边，他却没有半点头绪。要是还和以前一样说我看了你写的日记，可能对你造成了一些误会，估计蓝忘机还以为自己跟他开玩笑，不会去相信这些无稽之谈。要是跟他说自己那天心情不好，只是不想说话，那蓝忘机要是问起来为什么不高兴，他自己照样圆不过去。啊呀呀呀啊呀！魏无羡把脸埋在被子里，险些崩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蓝忘机。现在已经是早上的8点，因为魏无羡看不见，行动不便，江丰眠请来的护工倒也是手脚勤快。他知道今天魏无羡有检查，就提前准备好了轮椅，带着他前往放射科去检查。放射科人满为患，里面的空气可以说令人窒息。魏无羡刚进去，就觉得自己再不出去，估计就要被憋死。但是附近实在是太吵了，护工不得不弯下腰在他耳边解释。魏无羡这才知道，自己在放射科等着排队做检查。CT 那里已经排了几十号人，护工便将他的检查单放在那里排队，又拿着 MRI 的检查单交到一个实习生手中。好在 MRI 里暂时只有一个人，魏无羡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下一个就轮到他。不过若是魏无羡能看见的话，他就能看到一脸怒气的主任和站在他身边那位颤颤巍巍不敢吱一声的实习生。那位实习生腿肚子都在颤抖的站在魏无羡的身侧，魏无羡只听到一道害怕至极的声音：你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心脏支架之类的？